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嘿，这手，这衣服，我送走孙子躺家里睡一觉，这怎么还换皮肤了？太后醒了，可是演着了，听着太后您的嗓门都变了，拍戏呢。你刚才叫我什么？奴婢该死，奴婢叫您太后呀！太后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奴婢，奴婢这就去传御医。大学开学，送走最小的孙子，美滋滋躺床上，一觉睡成皇太后了。算了，在哪儿安度晚年不是度，这波倒也不亏。乖乖，所以呢，老婆子我命中注定带孙子是吗？皇祖母，乖宝，你没事在水坑里打什么滚？天太黑，没看清。走，祖母带你回去洗洗，以后祖母疼你。太后使不得，大殿下身上脏，奴婢来抱吧，别脏了太后的衣服。躲开，脏了洗洗不就行了？哀家自个儿的孙子，哀家还抱不得了。我们阿慈这么晚在御花园做什么呢？下午弄花了阿竹写好的字，他生气了，我怕母后罚我，就躲起来了。就为了一幅字，能比我孙子的命还贵重？没事啊，回去好好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祖母，不怕啊，祖母让福舅姑姑送你回去，母后肯定不会罚你的。弄脏了，孙儿拿回去洗干净再还给祖母。多懂事的孩子啊，怎么最后就长成了杀人如麻的暴君，还断送一个国家呢？书中最后的剧情实在有些晦解。人送回去了，长乐宫那边怎么说？回太后，长乐宫一如往常，皇后娘娘正带着二殿下识字呢，压根儿没人想起来大殿下丢了半日未归。好，真是好啊！亲儿子在外面生死未卜，他倒有闲情逸致，在这儿教小的识字。太后，今日宵夜不合口味，奴婢这就去叫人重做。不用，你去叫膳房煮点汤圆，熬点热汤，动作快点，端上，我们去长乐宫。娘娘，殿下真的病了呀！他从回来就开始发热，这会儿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本宫是他娘，他病没病，本宫不知道吗？他要装病逃过本宫惩罚，你就帮他撒谎。本宫看你这条命也是不想要了。母后，哥哥好像真的不舒服，他从回来就一直在睡觉，我叫他，他都不理我。不用管他，他那是心虚，不敢理你。他没病，就是怕母后罚他，故意装的。阿竹乖，千万不能跟他学。福州，你听听，这是亲娘说的话吗？哼，哀家倒要看看，这长乐宫里住的是哪尊没心肝的活菩萨。母后，这深更半夜的，您怎么来了？皇祖母，哀家不来，大孙子不就病死了？母后，这是哪里的话？都是下人瞎说。阿慈好好的，他就是……哥哥，皇祖母，母后。逆子，撒谎装病，劳得皇祖母深夜赶来。
你该当何罪？娘娘，殿下他真的……母后，是儿臣不孝，儿臣这就去佛堂领罚，求母后别生气。母后看到了，这孩子没病，只是性子顽劣，闯了祸怕臣妾责罚，才想出这招躲祸的。符咒，把阿竹先抱出去。阿宁，去太医院请太医。还不跟皇祖母说清楚，真等到太医来，本宫看你怎么收场。老婆子我啊，真有点惊呆了。还不滚下来！乖乖不怕。来，孩儿他娘，你摸摸。烫不？母后，这孩子从小心思就深，坏点子也多，今日又偷跑出去大半日，回来时臣妾忙着哄阿竹睡觉，没见他，这才疏忽了。还你是他娘，我看你是他娘的没长心。回皇上太后，大殿下受了凉，烧得厉害，还好叫太医及时，不然这么小的孩子真拖上一夜就麻烦了。我的乖孙孙哟，这是摊上个什么娘啊？这种娘养什么孩子啊？母后，青姨就是一时疏忽，您发这么一大汤火，御医也请了，气也消了吧？你儿子病你不心疼啊？男孩子生个病有什么娇气的？御医都来过，不是开了汤药吗？喝下睡一觉不就好了？那今天病的是小的呢？哀家可听说，皇后夜夜都要亲自哄阿竹睡觉。阿竹年纪太小，离不得人，难免。母后，阿竹小，阿慈就不小。您，哀家今夜在御花园碰到他时，他在泥水坑里泡了半天也没人管。他才5岁，他就不是你亲生的了。母后，您这是要带阿慈去哪儿？既然皇后忙着疼她的小儿子，你忙着心疼你的皇后，那阿慈从今往后就由哀家亲自养。母后，闭嘴！有空跟我叨叨，先教教自己媳妇儿怎么养孩子。教不会，我还抽你！太瘦了，抱在怀里轻飘飘的，实在是太瘦了点儿。谢谢皇祖母。没事儿啊，没事儿。祖母给你治病，以后祖母疼你。你们两个快去偏殿准备，把大殿下的床褥铺厚实些，炭火声旺。太后，奴婢来把大殿下抱去偏殿安置吧。不用收拾，他跟我睡。太后，殿下还病着，万一过了病气给您。风寒而已，吃了药就退热了，又不是疫病，怕什么？那奴婢去准备些温水，大殿下一会儿发汗了，得换衣裳。睡得好吗？身上还有哪儿不舒服？要是有，要跟祖母说。这是我做过最好的梦。疼吗？疼就不是做梦，是真的呢。阿慈，你大病初愈，肠胃弱，先喝点温粥垫垫。祖母特意让厨房做了些你爱吃的清甜糕点，
这个很好吃，多吃一块。粥没味道，少喝几口也没事。饮食不挑不忌，更不能凭喜好贪嘴，这是规矩。谁教你的？是母后。在我这儿没这么多规矩，喜欢吃什么，不爱吃什么都可以说，以后想吃就吃，不好吃的也不要勉强吃。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是皇子，要学的规矩很多，但在祖母这里，开心健康最重要。殿下不用这么拘谨，太后都说了，不用勉强吃的。阿慈，放肆！本宫平日里是怎么教导你的？没半点规矩，怎能让皇祖母给你净手？皇祖母怜你病中才宽待你，你就如此失礼，不知分寸。儿臣错了。哀家可不是看阿慈病了才宽待他，他是哀家的亲孙子，哀家疼他是真心，擦个手而已。皇帝小时候，哀家也是这么照顾他的。皇后也觉得皇帝当年也不知分寸。母后，臣妾不是这个意思。时辰到了，你该去上书房学功课了。天这么凉，他昨日又发热，哀家已吩咐先生过来慈安宫给他开书房就是，这几日就在这儿学。带殿下去书房吧。他已经5岁，是懂事理的年纪了。母后说的是，臣妾定会好好。你知道哀家说的是什么？别装傻。容妃已经死了，你跟皇帝和他之间的恩怨，不要再牵扯到孩子身上。阿慈也是你的亲生儿子，当初被抱到容妃那儿养，是你们做父母的造的孽，关他一个孩子什么事儿？他有的选吗？他在容妃身边养到4岁，刚回来时，夜夜喊的都是容珍。真贤殿诸多坏仪器，他心思也比一般孩子深。臣妾也是怕他走上歧途。母后此刻见他乖巧懂事，哪知是不是他为博宁欢心装出来的？哼，是不是装的，哀家看得出来。昨夜哀家已说过，你若看他不顺眼，暂且就让他住在慈安宫。哀家今日这话只同你说一次。皇后，你是一国之母，还是他的亲娘？既说着教导孩子的话，就不要为自己的私心找借口。哀家今日瞧着皇后的眼神冷冰冰的，倒不像是在看自己的亲生骨肉，倒像是看什么仇人似的。皇后娘娘心里那个死结，怕是这辈子都难解。当年生大殿相时，胎大难产，娘娘生生疼了3天3夜，是从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皇后娘娘是个皇子，可这脉象……陛下，万万不可进殿！微臣夜观星象，有天讯降临，此子生带凶煞，冲撞国运，绝不能久居奉臣呐！荒谬！那是朕的嫡长子，微臣不敢妄言。若将此子强留皇后宫中，不出3载，必将母子双亡，国运大损呐！陛下，求你让我抱抱我的孩子。钦天监算了方位，东南方乃是此子唯一的生门。容珍，你今日便将他带走。陛下放心，臣妾定会好好教养着大殿下的。大殿下从出生起就被抱进了真贤殿，那几年母子俩除了年节宫宴，连面都见不上。
反倒是容妃靠着大殿下，夺走了陛下大半的心思。是啊，直到2年后，二殿下叶敬竹降世，由于阿竹是皇后亲自抚养，帝后关系才算缓和。可大殿子在皇后心里，就此成了一道过不去的疤。这个容妃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拿虚无缥缈的天训当夺子的利刃，生生撕裂了人家母子的心，毁了阿慈的童年，真是该死。谁能想到，1年前容妃犯了大逆之罪，临终前才揭开真相。当年那所谓的天训，竟全都是他收买钦天官员造的假。真相大白了，皇帝和皇后的心结就开了。皇后娘娘如今只要看到大殿下，就会想起被容真羞辱压制的那10年。正如奴婢曾对您说的，孩子跟娘亲不亲，不就是开始这几年最重要吗？错过了，便再难补回来了。这一转眼，阿慈在哀家这儿住了大半年了，快到这孩子的生辰了，是不是？5日后便是。可奴婢瞧着陛下和长乐宫那边，像是压根儿没想起来这事儿，一点动静准备都没有。既然他们不记得，老婆子我记得。去，叫厨房煮碗汤圆送来，那孩子爱吃甜。顺便把那皮猴从书房叫出来，哀家要亲口问问他，这5岁生辰想怎么过。太后，不好了，大殿下不在书房。不在？这大半夜的，阿慈能去哪儿？奴婢刚才问了扫地的工人，说半个时辰前，瞧见大殿下一个人往冷宫的方向去了。冷宫？那是容真生前住过的地方。快，给哀家掌灯！这死孩子，大半夜去冷宫干什么？哀家跟服药对了一路，也没对出个所以然来，大概跟容妃有关。太后别生气，别冲动，可不能打孩子。神经，哀家打他干什么？皇祖母，带人退开。阿慈，你记得今天是他的忌日？我记得是1年前这样的月亮。皇祖母，对不起，孙儿知道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我只是有点想他。所有人都说他处心积虑把我从母后身边抢走，还差点害死母后。从小他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要我努力做皇帝。我该恨他的是不是？可我总是做梦，梦见他以前哄我睡觉，给我做我爱吃的饭菜。我病了，他也像您一样抱着我睡。他是坏人，我不该想他。父皇和母后是好人。符咒，快去把那碗加了红糖的汤圆端过来。阿慈在冷风里吹了半宿，得吃点热的压压惊。阿慈，刚才在冷宫说的话，哀家不是在哄你。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对你好，你记着便是，这是人之常情。记着别人的好，不代表你就是个坏孩子，记住了吗？可是母后说，儿臣身上流着她的血，又被容妃教养了4年，骨子里就是养不熟的狼。儿臣半夜去看容妃，母后若是知道了，定会觉得儿臣是在咒她死。哼，别听他胡心，他那是当妈的当魔怔了，看谁都像贼。他自己有眼无珠，看不出我孙子是个重情的宝贝，那是他的损失。来，张嘴。这汤圆是糯米做的，心里要是苦，就吃点甜的压一压。老婆子，我上辈子送走那么多孙子去大学，还是头一回觉得带孙子这活儿这么揪心。既然我占了这个太后的身子，这孩子的命我保定了。太后，不好了！陛下不知听了谁的闲话，正提着鞭子往慈安宫杀过来，说是要亲手毙了那个4季最父的逆子。提着鞭子来哀家这儿要人，好大的威风！
哀家看他这皇帝是当到头了，连亲娘的门也敢硬闯。符咒，随哀家出去迎驾。逆子，给朕跪下！朕听说你昨夜竟敢去冷宫私自祭拜那个罪妇容妃，那是乱臣贼子，那是毒害你母后的凶手。朕平日教你的纲常伦理、圣贤之道，你全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朕看你也是被那个罪妇带坏了心肠，骨子里都透着邪气。今日朕若不亲自教训你，来日你是不是还要为了那个罪妇弑父夺位？母后，您这是做什么？哀家还没死呢，这慈安宫轮得到你这个当皇帝的来咆哮？昨晚阿慈回来，哀家已经罚他跪过佛堂了，你一来就喊打喊杀，怎么是嫌你儿子命太长，非要在这慈安宫里染点血才顺心？儿臣也是为了他好，若被言官知晓，他这长子之位如何坐得稳？母后，此子祭拜罪妇，那是关乎皇家颜面的大事，他此举简直是自毁前程。儿臣身为父皇，管教他有错吗？管教？阿慈在哀家这儿住了大半年，你这当爹的，除了过年宫宴，可曾来看过他一眼？这会儿倒是想起自个儿是父皇了。呸！满口仁义道德，还不如为了你自个儿那点面子。这种当爹的，在现代非得被我拿扫帚赶出门去。父皇息怒，都是儿臣的错。儿臣这就自去领50板子，只求父皇别迁怒皇祖母，伤了龙体。领板子？你以为朕不敢动你？来人，给朕！哀家看谁敢动！皇帝，你今日若非要打，就先从老婆子我身上踩过去。我前儿听长乐宫的下人说，你昨儿在御书房亲自教阿竹写字，不仅手把手教了半个时辰，还要给你亲手刻一名私章。没想到这点小事也传到了母后耳中。阿竹那孩子聪颖，性子又活泼，我见他写得认真，便顺手教了教，也算是全了父子之情。顺手？阿竹的名字笔画繁多，你倒是有那份顺手的耐心。行了，既然你今日兴致这么高，笔也拿了，纸也铺了，那你现在便给我写一幅字。哼，就写阿慈的名字。母后，阿慈的名后我自然记得，何须在此特意书写？我让你写，你便写。怎么，你这皇帝的手写得天下万民的江山，写不得自己长子的名姓？笔画虚浮，心不在焉，不好看，重写。母后，这已经第16遍了，您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还是不好看。皇帝，你当年在上书房手把手教阿竹写那个竹字时，不是耐心的很吗？那一个字，你教了整整3日都没嫌烦，怎么到了阿慈这儿，不过写个名字，你的心就乱成这样了？你当我是在考你的书法，我是在看你的心。你偏爱阿竹，我不怪你，人心偏左那是天生的，但阿慈也是你的亲骨肉，你的一碗水可以不平，但不能干涸。这个当爹的终于知道脸红了，在现代，这种一碗水端不平的老子是要被戳脊梁骨的。我要是不替阿慈把这层面具撕开，这孩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阿慈，父皇并未厌弃你。阿慈，别老躲在后头，你过来瞧瞧，你父皇这次写的这2个字到底好不好看？父皇写的自然是极好的，儿臣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字。朕竟不知你如此喜欢朕的书法。喜欢？他是你的长子，这原本就是他该得的，倒被你弄得像是天大的掌术似的。既是你真心喜欢，朕这幅字你便拿去，朕会亲口交代内务府，照着这字迹，给你也刻一枚私章。儿臣叩谢父皇恩典，儿臣一定会日日临摹，绝不辜负父皇厚望。我这个便宜儿子的偏心，那是打骨子里带出来的。这一块私章哪能治得好这么多年的亏欠？不过，只要他今天开了这个口，阿慈在这宫里的日子
便能好过上一大劫。哥哥，快看！母后方才偷偷塞给我的，让我一定要亲手送给你。符咒，我瞧着这锁眼熟，若没记错，这锁是阿慈出生前，皇后亲自去皇寺跪了3天3夜才求下来的那一副。哥哥，你是不喜欢吗？母后说这锁上有神仙保佑，以后你就不会生病，也不会被母后罚了。喜欢，哥哥很喜欢。阿竹，回去替哥哥谢谢母后。这一年，阿慈6岁，阿竹4岁。原书里，14年后阿慈会亲手废了阿竹的手脚，流放边疆。可现在瞧着这兄弟俩，这一次，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让阿慈变成那个杀人如麻的暴君。皇兄，你站住！你竟敢在我的雪人头上加个犄角，丑死了！哪有长角的雪人？哎，是你品味太差，这叫独角兽。祖母昨儿才讲过，这可是瑞祥神兽，你懂不懂？行了，你们这2个皮猴子，都长得比我还要高出1个头了，怎么凑在一起还是这般爱闹腾？祖母，阿竹不是贪玩，我是想等过2天这雪化开了，就和皇兄去御花园那口深湖给您钓几条大肥鱼熬汤喝，那儿的鱼肉质最紧实。皇兄说您最近右口不开，最适合补补。祖母，旧的手炉不暖了，换这个。阿竹说的对，那深湖底下冷水鱼最是养人，我一定给您钓上来。好，那我就等着喝你们兄弟俩的鱼汤。不过记住了，那身体水冷，不许贪玩。是。太后，大事不好！赵王爷带着宗人府的人去养心殿了，说是昨天大殿下目无尊长，打伤了小世子。哟，这不是咱们慈安宫养大的贵客吗？瞧我这脚，真是不听使唤。听说大殿下小时候在冷宫足足待到4岁，怪不得这一身的小家子气，整日只知道窝在老太婆怀里讨好卖娇。怎么，离了皇祖母，大殿下连句话都不会说了？赵成，你再敢说我皇兄一个字试试！二殿下急什么？本叔子说错了吗？他不过是一个被生母嫌弃、被生父无视的废柴，若不是太后护着，他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别打了，快去请先生。祖母常说，这宫里的人心是冷的，若我自己不硬起来，那些脏东西便会没完没了的贴上来。阿竹，退下。皇兄，他辱你太甚。祖母教过我们对付狂吠的犬。你想干什么？我爹可是赵王，你敢动我？你说的对，我是太后养大的，所以打死祖母也会替我收尸。你猜，你爹敢进慈安宫要人吗？刚才那些辱及韩祖母的话，便再说一遍。你这冷宫种，竟敢动我！我爹可是赵王，圣上都得让他3分。赵王，那你且看看，你那位好父王今日能不能从我手里把你这烂命换回去？辱我祖母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一条胳膊只是收个利息，若再有下次，我便卸了你的舌头喂狗。这10年来，我学的不仅是圣贤之道，更是如何护住我想护的人。只要能护住祖母和阿竹，化身厉鬼又如何？阿竹，愣着做甚？瞧你这一身衣服弄脏了，随我回慈安宫换一件，免得祖母瞧见了忧心。
来了，哥。阿慈，那赵成的手真是你卸的？回祖母，是我做的。他辱及祖母在先，孙儿断不能容他。打便打了，符咒，随我进屋换件朝服。我倒要看看赵王这岁想怎么跟我讨这笔账。皇上，您一定要为微臣做主啊！那赵成可是微臣的独苗，就这么被大殿下生生掰断了胳膊。太医说以后即便接上了，也拿不动重物，更莫说提笔了呀！混账！叶敬慈，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还有没有皇家纲程？在公学圣地，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殴打宗室世子，下手如此毒辣，你这是要造反吗？儿臣在，请父皇责罚。父皇，您别听赵王一面之词，是赵成先带着人挑衅，他不仅侮辱皇兄，甚至言语间多有对祖母不敬。皇兄是为了维护皇家尊严，这才不得已动手的。哼，即便有口角，自有太傅管教，自有朕来发落。叶敬慈，你身为长子，不想着辅弼幼弟，反而如此暴虐成性，朕看你是欠教训。皇帝这火气大得很呐！皇帝这火气大得很呐！是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把我的孙子也一并给办了？母后，您怎么亲自惊动了？我若不亲自来，难不成等着看你把这受了委屈的孩子给打死？赵王，你刚才说阿夏手重，那我也问问你，你家那个宝贝疙瘩在上书房骂我是老太婆，骂阿慈是有娘生没娘养的时候，你这个当爹的教子之道在哪儿啊？这微臣主实不知情啊！不知情？一个宗庶旁脉，敢在公学公然辱骂嫡皇子，羞辱当朝太后。皇帝，若有人这么指着你鼻子骂，你是不是还要请他喝茶，夸他一声童言不易啊？母后，朕绝非此意，只是阿慈下手确实重了些，毁了赵成的师徒。打得好，我看是打得轻了。按律，辱及太后与长兄，那是当诛的大罪。阿慈不过是卸了他一条胳膊，已经是念在公亲血脉上网开一面了。哼，这便宜儿子就是欠收拾。在现代我护短是出了名的，在古代我这身份不横着钻都对不起这张龙床。好了，都别愣着了。这2天在上书房和养心宫折腾了这么久，来，多吃点肉补补。皇兄，你昨天那一招单手锁喉简直太帅了，我看赵成那张脸都被你暗成了猪肝色。平日里他仗着赵王势大，没少欺负同窗，这回可真是出了口恶气。皇兄，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这招？祖母，孙儿昨天确实有些冲动了。赵王在那儿哭闹，想必父皇心里也落了排遣。孙儿又给您惹了这么大的麻烦，累得您还得亲自跑一趟养心殿替我撑腰。麻烦什么？我在这儿住着，不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小的遮风挡雨的？我就是要让这宫里的人都瞪大眼睛瞧清楚，你是我亲自护着的人，谁敢动你一根指头，我就敢带人撕了谁。管他是赵王还是什么王爷，统统不好使。孙儿记住了。皇兄，以后谁要是敢再说你半个不字，我叶静竹第一个不答应。我这辈子见惯了现代那些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的，也见惯了孤儿院里那些缺爱的孩子。只有像现在这样，让他知道背后有我撑着，让他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偏爱，他才不会因为缺爱而黑化，也不会因为无底线的隐忍而最终走向疯狂。太后，你也吃点儿，这羊肉是今儿个刚从外头送进来的，鲜着呢。皇兄，你快别看这些枯燥的图纸了。我方才听御花园的赵公公说，这连着几日放晴，深湖的水已经化了一半了。那些被冰镇了一冬的冷水鱼，个个长得又肥又大，正往水面上吐泡泡呢。此时正值化雪，冰层看似厚实，实则内里酥空，极薄且脆。太傅昨日刚教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这时候去湖边，太危险了。
咱们又不往湖中心去。皇兄，咱们就站在岸边那座青石桥上，用长杆试探。你忘了，祖母这2日因着春寒，胃口一直败坏。符咒故意端去的燕窝粥原封不动地撤回来好几回了。若是咱们能亲手钓上几条鲜活的冷水鱼，熬成浓浓的白汤送去，祖母瞧着是咱们的一片孝心，定能开胃，多吃2碗饭。罢了，就依你这一回，但你必须答应我，只能在石桥边待着，哪怕鱼竿掉进了水里，也不许下水去捞，记住了吗？记住了，我就知道皇兄最好了。走走走，我早就让小太监把竹竿和蚯蚓备在后门了。瞧瞧这2个皮猴子，为了给我这老太婆弄口吃的，真是什么险都敢冒。不过不对，原书中阿竹好像就是因为在冰湖落水，才落下了终身残疾的病根，那是叶静慈黑化的转折点。浮动，快带人去御花园冰湖。皇兄，快来帮我！大鱼，真的是大鱼在咬钩！阿竹，别贪那一竿，身子缩回来，那石栏被血浸透了，滑得很。阿竹，快回来！不行，这鱼起码有10斤，若是跑了，就没法给祖母补身子了。阿竹，救命！皇兄，好冷！殿下不可，冰全裂了，您下去也是送死啊！快去喊禁卫军，滚开！等禁卫军来，他早就冻死了。原书里，阿竹就是这次落水断了腿，从此性情大变，也成了兄弟反目的导火索。不行，我绝不能让这悲剧重演。干什么？救人！快去救人！要是2位皇子出事，你们统统都要陪葬！接住他！阿慈，祖母，阿竹她还有气吗？殿下，您先顾顾您自个儿吧。二殿下已经吐出水来了，没大事。我这心啊，像是被这冰水泡过，又被这血烫过，疼得都要碎了。原书中阿慈就是这样被逼成了暴君，可他明明是这世上最傻、最重情义的孩子，我绝不能让他的一片真心再被这冰冷的皇宫给冻裂了。把人都抬回慈安宫，谁敢耽搁，我要了他的脑袋！叶静慈，你是阿竹的哥哥，你明知他不会水，为何要带他去湖边？你平日里装的胸有地涔，背地里竟如此歹毒！母后，儿臣……你别叫本宫母后，你是不是存心想害死阿竹，好独占这江山？你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叶静慈，你作何解释？朕平日教你的礼义廉耻，难道就是让你残害同胞亲弟？是儿臣的错。是儿臣没有护好阿竹。错，一个错字就能抵命吗？若阿竹有个3长2短，本宫要你偿命！给哀家闭嘴！哀家在门外就听见你这长乐宫主位在废，怎么阿竹落水是天灾，你这就打算把他定成谋逆的人祸了？母后，阿慈确实有失察之罪，且此事实在蹊跷。哼，蹊跷？哀家看最蹊跷的是你们这2个当爹妈的眼睛！你们睁开眼好好瞧瞧，阿慈为了救阿竹，胳膊都快被石块划烂了，你们不问一句伤势，反倒在这儿审起了犯人。阿慈，府主，快传御医，先救阿慈！你们这双眼睛长出来是喘气用的吗？你们只顾着心疼阿竹，可曾有哪怕一个人正眼瞧过阿慈一眼？母后，我以为他只是皮外伤，
方才实在是心神太乱了。乱？我看你是心长偏了。阿慈在冰水里泡了那么久，他为了把阿竹推上岸，自个儿生生撞在那些见棱见角的乱石上，那是他的骨血，不是路边的石头。启奏皇上，大殿下入水后便一直用脊背挡着刺骨的黑流，若非大殿下死死托举着，二殿下绝撑不到臣等赶来。大殿下上岸时，右手已连拳头都握不拢了。朕竟不知阿慈伤得如此之重。我活了2辈子，没见过心这么狠的亲爹妈。这孩子的肉不是长在你们身上，你们当然不疼。原书里，阿慈在这里被彻底伤透了心，从此眼中再无温情。老婆子，我今日就算拼了这张老脸，也要把这偏心眼的烂规矩给掰回来。皇后，你方才说让阿慈偿命，如今他这胳膊若废了，你拿什么赔给他？拿你那偏到嘎吱眼里的心吗？母后，你敢回头试一试？今日你们就在这儿守着阿慈，挨家去看。哥哥，阿竹，你醒了！哥哥在，哥哥就在这儿，你别怕。父皇，母后，不怪皇兄，是我自己贪玩，非要站在冰面上钓鱼，是我跌下去的。皇兄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了，你们别怪他。朕知道了，阿竹莫要激动，好好养伤。阿慈，是朕这次误会你了。你护弟有功，朕心甚慰。嘿，这一句误会说的可真是轻巧，我那大孙子的半条命差点搭进去，就换来这一句轻飘飘的道歉。这也就是在古代，要在现代，老婆子我非得让他上电视台公开道歉不可。看着这皇家父子情深，我这心里没感到半点暖意，反倒替阿慈觉得冷。这种迟来的安抚，比草都轻贱。阿慈，疼不疼？让母后瞧瞧，母后方才不是存心的。多谢母后关心，儿臣已经不疼了。既然醒了，皇帝皇后就回宫歇着吧。阿慈，跟哀家回慈安宫。进来吧，都在那儿端了半个时辰了，你不嫌累，哀家瞧着都替你手酸。阿慈，这是母后亲自去小厨房守着火候炖了3个时辰的乌鸡汤。御医说你失血过多，得好好补补，你趁热喝好吗？劳烦母后费心了，儿臣不过是一点小伤，竟能得母后亲手操劳，实在是让儿臣受宠若惊。这受宠若惊4个字，听得我心里都扎得慌。这哪是谢恩啊，这分明是拿着最钝的刀子往皇后心窝子上扎呢。阿慈，母后知道错了，母后以前不该那样对你，你打我也好，骂我也罢，我要这样跟母后说话。母后言重了，儿臣在祖母这儿住得极好，从无怨怼。这汤儿臣等会儿便喝，母后还是先回宫照看阿竹吧，他落了水，想必更离不得。母后，臣妾错了，臣妾真的错了。这10年来，臣妾只要一看见阿慈，就会想起容妃那个贱人。臣妾总觉得她在那贱人身边待过4年，那心是不静的，总有一日会回过头来害阿竹。臣妾怎么能这么想她？看着这不可一世的皇后哭成这副鬼样，
我心里没半点痛快，只觉得这皇宫里的女人心眼子小得比针尖还细，生生葬送了孩子的10年。臣妾总怕阿慈心思深，怕他会为了权位残害手足。可今日看着阿慈在冰湖里不要命的去救阿竹，看着那条鲜血淋漓的胳膊，臣妾才知晓自己这10年究竟有多恶毒，多荒谬。青姨啊，这世上从来没有哪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坏的。阿慈在那真贤殿里的时候才几岁，他懂什么叫心思深？他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哀家这慈安宫里一笔一画、一言一行地向你证明他的赤诚。他把这心捧到你跟前，你却亲手给捏碎了。可你呢？你却一次次用那所谓的规矩和怀疑把他推开。他在水里撞上岸石的时候，心里想的怕不是疼，而是想以此还了你给他的那一半骨血。臣妾没法子了，母后，阿慈现在看臣妾的眼神比这冬日的湖水还要冷。臣妾给他送汤，他竟说受宠若惊，那4个字比刀子捅在臣妾身上还疼啊！那是臣妾的亲生儿子，他竟跟臣妾这般客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哀家能护着他，却没法子替他去原谅你。往后的日子，这道裂痕能不能缝上，你自己补吧。跪够了就回去吧，阿竹还病着，莫要让小的也察觉到你的不对劲。皇兄，今天母后在祖母房里哭得很凶，我全听见了。他们以前真的对你那么差吗？都过去了，提那些做什么？如今我有祖母疼着，还有你这个凡人龟天天跟着我，我已经知足了。皇兄，我想好了，以后我当皇帝，你便当统领3军的大将军，好不好？咱们兄弟连心，一起守着这大好的锦绣江山，谁也不敢欺负你。你当你的皇帝，我便不当什么将军了。杀伐征战太苦，我更想当个闲散王爷。我会走遍大江南北，去修渠筑堤，治理水患。我要让这天下的百姓都能吃饱穿暖，不再受灾。只要是你想做的，我通通都准。但有一条，皇兄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必须永远陪着我，不许一个人偷偷跑掉。原书里这个位置原本该是阿慈的，可他最终为了这江山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如今他竟然想去修水渠当闲人，这孩子的黑化值怕是彻底精灵了吧？老身这10年的功夫总算没白费。好，我答应你，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陛下，大殿下叶敬慈居长且贤，近日平定公学之乱，于冰湖之中舍命勇救胞弟，其勇勇仁爱已传遍朝野，中外臣民无不交口称赞。按我大力祖制，立嫡立长乃是国本之基，请陛下顺应天意，早立大殿下叶敬慈为储君，以安天下臣民之心。请陛下早立皇长子为储。母后，阿慈这些年一直养在您身边，性子确实稳重了不少。可阿竹也是中宫嫡出，聪经异常。这折子上说立长，朝中老臣又紧逼不放。母后觉得我这江山社稷到底该传给谁？皇帝这话问错人了。老婆子我这辈子只管帮皇家养孙子，可不管给皇家养皇帝。在哀家眼里，阿慈也好，阿竹也罢，都是我心尖上的肉。但那储君的位置不仅仅是荣耀，更是枷锁。这位置到底该不该给阿慈，不能光看这群老臣吵得凶不凶，还得看阿慈他自己到底想不想要。母后的意思是，若阿慈不想要，朕便不能给。我这便宜儿子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我还能不知道？他既怕阿慈势力太大，威胁他的龙椅，又舍不得他心爱的阿竹将来处理政务受累，在这儿跟我装模样呢。原书里就是因为这皇位的争夺，阿慈才被逼到了绝路上。这一次，只要我不点头，谁也别想拿那个冷冰冰的位置来算计我的大孙子。首辅大人，你在这儿求了半天，可曾亲口问过阿慈，他究竟愿不愿意为了你口中的大义，去做那个一辈子都出不去的囚牢？阿慈，今儿个御书房里的那几位老顽固吵得房梁都快塌了。你父皇虽然没当场吐口，但心里头已经动了立你为太子的念头。唉，只要你现在点个头，或者是明儿个去给你父皇送碗汤顺个气，那把万人之上的龙椅，将来就是你的。祖母，我4岁前住过冷宫的阴冷，10岁前见过长乐宫的虚伪。这10年来，我在您身边，早已看透了这深宫里的权谋算计，也看厌了。那把椅子太高了，坐上去的人眼里就得装着文武百官，装着江山社稷，唯独没法子只看着一个人。我看父皇这些年过得并不快活，我不想步他的后尘。傻孩子，若是不当皇帝，那你想看着谁？难不成要一辈子陪着我这老婆子在这慈安宫里数红豆不成？祖母，这些年您常对我说，外头的世界很大，我不愿在这4方的城墙里耗尽一生。我想去工部，去那修渠筑堤的最前线。我想让这天下的灾民都能在汛期睡个安稳觉，想让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都能像我在您身边这样，吃上一口热乎的饱饭。这比当那个被万民朝拜却孤家寡人的皇帝更让我痛快。我这大孙子原本在原书里该是个为了龙椅杀兄弑弟、满手鲜血的暴君，如今却说他只想去工部修水地。太后，陛下，陛下不知何时站在了那垂柳后面。叶敬慈，朕再问你最后一次，这储君之位，这万人之上的至尊宝座，你是真的半点不想要，还是在跟朕玩那套欲擒故纵的把戏？父皇明鉴，儿臣句句真心，绝无半点欺瞒之意。儿臣深知自己性情孤僻，这些年虽得祖母悉心教导，但终究长于深宫，并不懂帝王权术。权术可以学，朕可以亲自教你。难道你觉得阿竹那个只知道斗鸡守狗的性子，比你更合适做这个位置？阿竹虽性情跳脱，但他天性纯良，仁厚爱民，更适合在太平盛世守城。而我愿为大炎朝的一柄利刃，去民间斩断那些盘根错节的积弊。我不想当笼子里看守江山的龙，我想去修那惠及万民的水渠，去堵那连年决堤的缺口。哼，好一个大计之见！你这是在逼朕承认这宫墙锁不住你，还是在笑话朕这个当父亲的连亲生儿子的志向都看不明？既然你志在山水，志在那些泥腿子的生计，那朕便给你一个机会。南三郡水患连年，巡灾银子拨了一批又一批，却始终治标不治本。你去，朕给你3个月时间，若治得好，朕准你从此做个闲暇亲王，去修你的劳氏子堤坝。拿着，这里头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私房钱，金条银票都有，
到了南边，你千万别省着。朝廷拨的款子层层盘拨，到你手里指不定剩几根毛，这些你留着应急。还有，那些地方官若是阳奉阴违，不听你的调度，你就直接拿出我的令牌往他们脸上摔，告诉他们，要是敢耽误我孙子办正事，我就亲自带兵去抄了他们的老家。祖母，等我治好了南方的水患，亲手筑起万里长堤，到那时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回来接您。我要带您出宫，去看真正的万里江山，看您交给我的那些大江大河。皇祖母珍重。如英若是不离朝，一辈子也飞不高。我不仅要教阿慈善良，更要让他拥有在这乱世中活得堂堂正正的本事。动作快点！这一段土松了，再加3层沙袋，谁也不许退！哎呦，殿下，殿下快停手！殿下您乃千金之躯，这等粗活让这些贱人去做便是。您瞧瞧，这大雨淋坏了身子，我如何向陛下交代？回行院休息吧，这儿有我盯着就行了。哎呀，我这靴子盯着，太守大人打算怎么盯着？是站在几脸外的暖阁里盯着，还是在勾栏瓦舍的酒桌上盯着？殿下说笑了，这南郡的水患年年都有，天灾难测，向来是治标不治本啊。咱们尽了力，上报朝廷便是了。治标不治本，太守大人，我看你是觉得百姓的命不值钱，治不了本，是因为你们这群人贪污了治水的银票。你看清楚，这就是你说的治标不治本。这防汛的木料里面全是蛀虫，我剥下来的沉香木为何变成了这烂了心的枯杨？殿下恕罪，这定是底下人采办不力，我实在不知情啊。记住了，这大堤若垮，第一个拉你填坑。祖母，您说这南郡的雨下得透，能洗干净脏东西，可我瞧着，这雨分明是有人故意求来，好遮住这底下的血腥味儿。大堤裂了可以补，可这官场烂了，只能一把火烧个干净。既然来了，何必包头露尾？这南郡的泥潭还没掀死我，你们倒先等不及送命了。说，是谁派你们来的？是京里的赵王余孽，还是这南郡想杀人灭口的硕鼠？又是死士！你说皇帝听信了赵王那帮人的谗言，怀疑阿慈在南郡收买人心，甚至准备私造兵妾，图谋不轨。是，回太后，赵王一党呈上了一叠所谓的罪证，说是南郡太守亲笔举报，里面还有大殿下私自扣下的治水军饷明细。皇上在大殿之上雷霆大怒，这会儿已经派了钦差大臣带着御赐金牌去南郡拿人了。我在现代连广场舞都懒得争领舞，本想在这皇宫里安安静静当尊活菩萨，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动我护着的苗子。阿慈那孩子连多拿一块莲花都要看我眼色，他会谋反。哼，皇帝这脑子还真是一如往常的不争气。哀家看他这书读的，龙椅坐的，那是越活越回旋了。太后息怒，当心气坏了身子。皇上也是一时被那群奸臣蒙蔽。大殿下对社稷的忠心，百姓都看在眼里。蒙蔽？我看他是当了几年太平皇帝，当得连亲疏远近都分不清了。
南郡那边大堤才刚补好，阿慈那手上还带着就阿竹留下的伤呢，这会儿倒成了谋反的逆贼了。符咒，去把那件压箱底的深紫大袍拿来，给我穿上。走，带上这没骨气的传话太监，咱们去御书房。太后，皇上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吩咐了谁也不见。不见，我是他亲娘，是他祖宗，我倒要看看，今日在这紫禁城里，谁敢拦我的路，谁又敢动我的孙子。皇帝，你派钦差连夜奔赴南郡，到底想干什么？去抓你的大功臣吗？母后，您在慈安宫清修，不知外面的险恶，证据确凿。南郡太守亲自密报说，叶敬慈在南郡私扣治水军饷，私自招兵买马，甚至与流民称兄道弟。他这到底是去治水，还是借机在那南边泥潭里给自己谋个夺位的后路？若非心里有鬼，他为何不按期回京述职？为何南郡的守备军只听他的调遣？我这便宜儿子坐稳了江山，便忘了父子亲情。阿慈在南方大堤上浑身泥泞，他倒好，在宫里锦衣玉食，听信几个奸臣的挑唆，就要把自己亲儿子送进大牢。这哪是皇帝？这分明是老糊涂了。这是阿慈从前方派人重重眼线，死命送回慈安宫的。你那钦差大臣还没到南郡，那儿的贪官污吏就已经派了3波刺客，你自己看。怎么会？那钦差报回来的折子，分明说他在南郡。钦差，你派去的钦差，怕是早就跟那帮硕鼠喝上了同一壶酒。皇兄，你总算回来了！那些折子都在胡说。父皇已经下旨，将南郡太守和那帮克扣公料的贪官全部下狱处斩。皇兄，你受天大的委屈了，父皇在宫里等着亲自为您接风。委屈不委屈的，我早就习惯了。阿竹，南郡的水退了。我答应过祖母的事，终于是办到了。那些人想要我的命，想让我溺死在南郡的泥潭里，可他们忘了我是祖母养大的。祖母教过我，命是自己的，得硬着心肠活下去，才能守住想守的人。恭迎大殿下凯旋，南郡万民感谢殿下活命之恩。贤亲王万岁！谢贤亲王救了咱们南郡的亲眷。皇兄，你瞧，这民心才是最亮的镜子，谁也抹不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长子叶敬慈自南郡治水以来，公亲劳苦，治水有功，仁孝并存，深得万民敬仰。念其体弱负伤，特封为贤亲王，贵同父君，世袭罔替。然治水重任未尽，受工部调配大权，永镇工部，为大齐修万世之基。另册立二皇子叶敬竹为皇太子，受册宝入东宫亲辞。臣贤亲王叶敬慈叩谢父皇圣恩，叩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定不负父皇厚望，为大齐修出一条永无水患的长河。皇兄，我知道这位置本该是你的，你是为了我，才故意向父皇请辞，甚至故意表现出对权威的冷淡，对不对？阿竹，你生在母后怀里，长在父皇膝下，你是这宫里最纯正的一抹明黄色，你天生就有守住这江山的霸气。而我在黑暗里待得太久了，从真贤殿到冷宫，我看惯了这宫墙里的血腥味和人情冷暖，我更想去看看那些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去修一修那些能让百姓活命的堤坝。祖母曾教过我，权力的尽头是孤独，而自由的尽头是万民。这大齐的江山，若是交到我这个满心阴影的人手里，未必是福。唯有阿竹，他的心是热的，他坐那个位置，
我才能安心去做一个修堤的人。这天下交给你，我放心。那好，皇兄，这辈子我当明主，你当贤王。我今日对月起誓，若有违背，定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刚当上太子，就这般没个正形。太后，您没白疼大殿下，这一巴掌落空了，可这兄弟情却落到了实上。老婆子我养出来的孙子，哪能像他那个蠢爹一样心瞎？太后、大殿下、二殿下，快去长乐宫！皇后娘娘在长乐宫突发呕血，御医说是陈年心疾爆发，怕是熬不过今晚了。母后，我的母后怎么了？阿慈，随我走吧。有些债，临了总得有个了断。母后，求您睁开眼看看我，我是阿竹啊！御医，你们这群废物，快救救我母后！快救命啊！我在现代看惯了生死，可见到这幅景象，心里还是堵得慌。这深宫里的女人斗了一辈子，偏了一辈子心，临了到头，她心心念念想见的，竟然是那个被她亲手推得最远的儿子。祖母，您瞧，这宫里的戏总是要追着命数跑，非要等到人彻底散场了，那些所谓的主角们才会到齐。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阿慈，别看了，看了也是平添心伤。咱们回吧。我在现代看那些8点堂非造剧，总觉得临终忏悔是感天动地的戏码，可真的轮到自己养大的孩子受这份罪，我这心里只有火气。我恨不得亲手把那口棺材板钉死，别再让这些虚情假意伤了我的阿慈。阿朱，先别哭了。你有没有觉得这外头的巡逻声太安静了，安静的有些不寻常？皇兄，今日是母头头七，父皇亲临，谁敢在此时放你？皇帝老了，爱子年幼，这就是天意。趁着这丧礼，我这就送你们母子在地下团圆。今日这天下该姓赵了。阿朱，快躲到棺椁后面去，别回头！你们这群跳梁小丑般的乱臣贼子，真当慈安宫养出来的人都是吃素的菩萨不成？今日谁敢动我弟弟一根汗毛，我便让谁死无葬身之地！我当是谁？原来是一个只会修渠挖泥的闲散王爷。就凭你，也敢挡我的大业？叶敬慈，你若现在跪下磕头求饶，我还能大发慈悲，留你一个全尸。赵王，你是安逸太久，我在南郡杀过的水神，都是你们这些废物。赵王已死，尔等还要为这逆贼负隅顽抗到何时？叛贼首级在此，缴械不杀！祖母，我傻孩子，杀该杀之人是积德，不是作孽。行了，阿竹现在龙袍也穿上了，赵王那些叛贼的人头也都在城墙上挂稳了，这宫里的一地鸡毛总算是被咱们扫干净了。祖母这是真的打算走了？阿慈，你莫不是忘了，你16岁那年亲口答应过我，等这天下的水患平了，内善定了，你要带我去看看这大齐的大江山河，去吃那最地道的民间糖炒栗子。孙儿心中一刻都不敢忘。祖母，
皇兄，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才刚亲政3天，这案戳上的折子堆得比我人都高，那些老臣一个个盯着我的错处，你们这就要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了吗？好，阿竹，你现在是大齐的皇帝了，这江山你是门神，你得替百姓守着。我这种上了年纪的旧零件留在你这宫里，除了耗费燕窝就是听个伤，没意思的紧，还是外面自在。陛下，从今日起，您得习惯这份身为帝王的孤独。陛下，这江山是您的，您得担着，而祖母是我的，我得带她去过她想过的日子。阿慈说的对，走，咱们出宫。叶静慈，你说你父皇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这天底下哪有当太上皇当的不耐烦，非要学人家年轻人离家出走玩消失的？祖母，父皇大概是觉得，只要他还在那宫里坐镇1天，阿竹那个性子就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万事总想着后面还有父皇这个退路。他想让阿竹历练，大可以去行宫泡泡温泉，或者去皇寺吃几天素，非得跑进这荒郊野岭当流民受这份罪。太后，这京郊不比宫里，治安乱得很。万一有什么亡命之徒惊扰了您的圣体，贤亲王回去如何向陛下交代？怕什么？有阿慈在，这天底下哪个不长眼的刺客能进得了我的身？祖母，前面就是青石镇了。据咱们散出去的暗卫刚传回来的线报，镇上的衙门今天上午抓了个吃白食的老头。吃白食？暗卫说那老头在镇上最大的酒楼点了满满一桌子名菜，吃完之后摸遍全身，硬是掏不出1文钱。然后呢？他是不是还跟人家掌柜的说，他自己其实家财万贯，只是出门走得急了，没带碎银子？呸！你这老疯子，还敢说自己家里有龙椅？我看你是吃牢饭吃的脑子坏掉了。没钱给酒钱，就给老子滚去大牢里啃冷馒头吧！嘿，还真是这冤种儿子。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是出门走得太急，忘了带银子。我那块玉佩难道还不抵你一桌饭钱？等我大儿子来了，别说饭钱，他能把你这破县衙都给拆了！猖狂，真是死鸭子嘴硬。本官看你这老头穿的人模人样，原以为是个有身份的，没成想竟然是个惯犯。吃霸王餐吃到青石镇来了，还敢编排什么大儿子？你儿子要是这么厉害，能让你在这儿蹲大牢？嘿，大人，这老头刚才还跟小人吹嘘，说他自己住过金子做的屋子呢。依我看，他这脑子八成是想银子想疯了。这等卑微之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哎呀，我的儿啊，我真是没白跑这一趟，你竟然也有今天。母后，阿慈，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哪儿来的疯婆子？这是公堂，谁让你进来的？他的饭钱我替他出了。另外，去把你这儿的账本拿来，我看看这顿饭到底值多少钱，能让大人动这么大的阵仗，动用枷锁。嘿，这位公子，不是我不给面子，是这老头太能吹。怎么不继续吹了？刚才不是还说要把县衙拆了吗？您就别取笑我了，我这还不是为了出来体验民情。钱在这里，人我们要带走。谢谢贤王救命之恩，若没这滴，咱们这几百户人家的老骨头，3年前就全喂了江里的鱼了。大殿下长命百岁，子孙满堂啊！阿慈，我当了一辈子皇帝，坐在那金銮殿里，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那高墙内的宗庙里，百姓立的是虚无缥缈的江山社稷牌。可我万万没想到，在这大地的脊梁上，百姓立的是你叶敬慈的长生牌。父皇，儿臣当日请命督教此地，并非为了这长生牌位，儿臣只是想让那冷宫里的月亮，从此以后
别再照在难民的尸首上了。皇帝，你现在总算看明白了，这皇帝位子是坐着让万人跪你，可这贤王名声是站着让万人随他。你在那高位上的龙椅坐久了，就以为这天下只有低头为孽的人，却忘了真正撑起你这大旗江山的是这群肯跟着阿慈走、肯为他立牌的人。你现在懂了吗？殿下，快跑！赵王余孽勾结了南境的海盗，趁着今日大潮汛，把大堤侧翼的闸口给炸开了。大水冲着下面的村子去了，大家快逃命啊！福奏，护送祖母和父皇上高地，我去堵闸口。叶敬慈，你杀我生父，断我宗庙，害得我们这些人如丧家之犬一般，在南郡东躲闲藏了整整3年。今日这滚滚江水，便是你和那老太婆的葬身之地。既然是丧家之犬，就该夹着尾巴躲得远一点。我在南郡修堤造渠的时候，这浩荡江水能容得下万千百姓，却唯独容不下你们这群只会凿堤害命的蛀虫。给我杀！断我前程，杀我父王之人，必碎尸万段！你们错就错在，不该挑在这个时候惊扰我祖母睡觉。阿慈，外面怎么这么大动静？我怎么闻着好像有一股子腥味儿？祖母，没什么事，是江边的鱼贩子刚才落了货。这风大，咱们上船吧。阿慈，你说这南郡的泥，现在算是彻底洗干净了吧？该洗的都洗了，脏东西也都沉到底了。祖母，我记得这个时节，京城街头的糖炒栗子该熟了。是啊，还是阿慈记性好。那咱们就快些走，回去吃热乎的。祖母、父皇，还有大哥，你们在外边微服私巡、惩奸助恶，玩的倒是开心。可怜我在宫里，每天对着那些老臣的唾沫星子，批奏折批的腰都要断了。所以我这不是回来了，往后那些繁琐的祭祀、选妃的杂事儿，我替你守着后方盯着。你呀，就安安心心当你的治世明君。怎么，我这便宜儿子在外面吃了几顿白食，蹲了几次班牢，倒学会疼自己的亲儿子了？母后，您就别再提青石镇那档子丢人事了。祖母，孙儿把南郡的河道治理完后，这工部的折子也顺路带回来了。后续的拨款和劳役安置我都写在上面了，还得请陛下亲自过目。成了，这宫里冷能了大半辈子，如今这样，才算有了个家的样子。来，吃栗子。阿慈，这是你念了一路的京城糖炒栗子。阿慈，快来看，我这几日夜观天象，哦不，是夜观这皇宫御图，发现这宫里的闲置土地实在是太多了，简直是暴殄天物，浪费至极。祖母，您画的这些莫非是新的水利工程图？我瞧着倒像是一座缩小版的奇特城池。水利那是你这个贤王的事儿，我这叫经营之道。我打算在这深宫里开个皇家度假村，把后宫那些荒废长毛的园子全给改了。左边这一块垂钓避暑，右边这一块弄个亲子乐园。现代的退休老太太不是去跳广场舞，就是去搞农家乐。我这皇宫里花园比植物园还大，湖泊比人工湖还深，不搞点创收，简直对不起我这穿越过来的现代灵魂。阿慈整天在外面修渠，国库里的银子流水一样花出去，我不给亲孙子挣点老婆本，以后他拿什么风风光光娶媳妇儿？度假乐园，祖母，这宫里的花园本就是给后妃家眷们消遣的，何须如此大动干戈的改造？消遣那是白玩，那是亏本儿。我要的是名气和源源不断的银子，还有，我要把那些整天关在宫里无所事事、只会斗来斗去的深闺怨妇我是说那些可怜的嫔妃们，全都给动员起来。太后，动员各位娘娘，难道要让娘娘们也跟着下地搬砖修园子？怎么会？我要搞文创。
让他们把那些拿手的苏绣、团扇、胭脂水粉全拿出来，挂上我们皇室御制的招牌，咱们在这儿卖给京城的达官显贵，甚至藩邦使臣，这叫品牌效应，懂吗？祖母，您这想法虽新鲜，可朝堂之上那些礼部的老顽固们，怕是会把那祖宗规矩翻烂了来劝谏。若有人说这是有失皇家体统，怕是会有人要去大殿外撞珠子的。我现在是太皇太后，辈分最高的就是我，谁敢撞，我亲手送他一程。阿慈，你尽管放手去做，谁要是敢在你父皇或者皇帝面前多嘴，让他直接来我这慈安宫讲讲，这祖宗规矩里哪一条写着不许一个老太太折腾自个儿住的园子？祖母既有如此壮志，我定当全力以赴，公布那些修堤剩下的边角料和国内最好的能工巧匠，我明日就全部调拨过来。好孙子，这就对了，咱们祖孙俩一个修江河，一个修腰包，这盛世还得靠咱们。符咒，你等会儿去把各宫有手艺的、懂针线的都登记一下，传我的话，告诉他们，别整天盯着皇帝那一张脸瞧，盯着我手里的银子瞧，这往后的日子才有奔头。是，奴婢明白。阿慈，你快来看这姑娘，这是兵部尚书家的嫡长女，我早就替你打听过了。这丫头不仅能打算盘理账，还能耍得一手好剑，性子最是爽利利落，定能管得住你那冷清的贤王府。祖母，我这人常年在外修渠，整日风里来雨里去，身上全是泥腥味，又何必去耽误人家好端端的姑娘？胡说八道，在我眼里，渠那是为国操劳，谁敢嫌弃？那你再看这个，翰林院大学士的亲孙女，京城出了名的第一才女，出口成章。你修堤累了回来，她还能给你念段诗，弹个琴，解解乏，多好。祖母，我心里真的只有修渠这一件事。这南郡的绝缘才刚补上，北方冬天的冰凌又要方仿着，我哪有心思在这儿谈什么风花雪月？修渠那是国家的大事儿，你父皇和阿竹自然会记着你的功劳。可抱重孙子，那是我一个人的私事。你都20多岁的人了，要是放到我老家，你这叫大龄剩男，你知道吗？现代的我，以前最烦亲戚聚会问工资问对象，可风水轮流转，换我当了这太皇太后，看着这么优秀的孙子，整天只知道跟烂泥石头打交道，我也急呀。这大齐的盛世得后有人，我若不趁现在给他塞个知冷知热的人，等我哪天万一回去了，谁来心疼他这双磨出后茧的手？既然你自己不肯选，那我就替你做主选了。我瞧着兵部尚书家那个练武的就挺不错，明儿我就下旨宣他进宫，陪我这老太太打几圈麻将。哼哼。祖母，我想起来了，工部那边还有几份加急的文书没出，我先告退了。哎呀，这破墙怎么这么高？该死的裙子被挂住了！哪来的小贼，竟敢私闯慈安宫禁地？你可知翻越宫墙在大齐是死罪？呸呸呸！什么贼不贼的？你这侍卫说话真难听，我这叫越级面试，懂不懂？面试？越级？你到底在胡胡乱语些什么？我是来面试皇家度假村管事职位的。我沈初晴在京城商界也是排得上号的奇才。我听闻太皇太后正在公开招人，还说不看门第只看本事。我那死脑筋的爹妈非要送我进宫参加什么选秀，我才不干呢！我要靠真本事，直接拿这份商业计划书跟太皇太后谈大项目。疯了！这京城里竟然还有第二个说话如此离经道道的女子，她这副混不吝、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竟真让我想到了祖母。难道祖母这些日子一直在等的人，真的是这样一个翻墙入宫的野丫头？你姓沈，莫非你就是兵部尚书沈大人的那个传闻中掉进水里醒来后就变得性情大变的嫡女？哟，这位帅哥侍卫，你消息挺灵通啊！没错，就是本姑奶奶。怎么样？看在大家都是自己人的份上，行个方便，带我去见太皇太后。事成之后，我给你提成，保证比你拿宫里那点死工资强100倍。既然你想当管事，就该知道这儿的规矩。走正门进宫的人才有资格面试，至于翻墙进宫的人，通常只有大牢的位置。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太皇太后要是真看重规矩，就不会在这深宫大院里搞什么度假村和文创了。我这是在帮她优化办事流程，节约沟通成本，懂吗？谁在前面？是大殿下吗？可曾抓到那个私闯禁林的黑影？没什么，一只惊扰了花丛的野猫罢了。
已经跑远了，不必追。沈家这丫头搞的是什么名堂？这白生生的馒头，竟还能长得如此高大，简直闻所未闻。父皇，这叫蛋糕，是沈初晴根据祖母描述的梦中奇珍，带着御膳房研制了好几个昼夜才做出来的。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我在现代的时候最怕这种吵闹的寿宴，总觉得虚伪。可在这个等级森严压抑了我整整80年的深宫里，在我就要走到尽头的时候，能听到这声祝你快乐，看到这奶油蛋糕，我突然觉得我不是这辈子的没有白月了，我是把原本属于那个世界的阳光种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好，阿慈、晴丫头，你们2个到我跟前来。祖母，这太后，这儿这么多大官看着呢。我老了，总有护不住你们的一天。阿慈，这大齐的天下你能护得住，但这一个丫头你得替我护好了，少一根头发我都饶不了你。孙儿必不负祖母所托，此生定护她周全。喂，先王殿下，太皇太后刚才那话算是皇家认证了吧？你可得想好了，我这人也惯了，不好管。等度假村步入正轨，我还打算把生意开到边疆塞外去呢。你受得了？你想去哪儿，我便去哪儿修堤筑坝。你管你的账目盈亏，我守你的边防安宁。只要你回头，我定在你身后。贤王殿下，沈姑娘，太后方才说她累了，想多睡会儿，可奴婢刚才大着胆子去探了下，太后的呼吸越来越轻，快要探不到了。阿慈，别撕了，就算你撕得再干净，我这把老骨头也吃不动了。我给您剥好了，您就算不吃，抿个水也好。我记得祖母您向来最爱吃甜，这是南边刚进贡上来的柑橘，我尝过了，最是清甜。阿慈，我要回老家了。祖母，您是在说胡话了。这慈安宫就是您的家，这就是您的家，我就在您身边守着，您还要去哪儿？不，我那个老家呀，那儿的天黑了有亮如白昼的电灯，有一种叫汽车的铁盒子，能载着人跑得飞快，还有一种叫手机的宝贝，能让人看见千万里之外的亲人。只要您肯留下来，我这就去给您找。什么电镫、铁盒子，哪怕举倾国之力，我也一定给您造出来。您别走。阿慈，你要记牢了，你不再是那个在水坑里打滚没人管的泥孩子，你是我亲手养大的长孙，你是这大齐百姓的主心骨，是贤王。哪怕我不在了，你的脊梁骨也得给我永远挺直了，替我守好这大齐的盛世。祖母，我不想要什么盛世，我只要您别丢下我一个人。祖母！皇祖母，阿竹还没让您看到大齐的盛世啊！因此，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就丢下朕？您睁开眼看看阿竹啊！母后，儿子才刚学会怎么尽孝，您还没听儿子亲口向您认错，您怎么就不等了呀？祖母，您向来最怕冷，这宫里的地笼还没烧透，孙儿在这儿，孙儿给您暖着。贤王殿下，别暖了，太后她老人家已经走了。祖母，阿慈长大了，这大齐的江山，孙儿会替您守着。您想看的万里的山河，孙儿会替您走遍。您安心回家。